大家晚上好。咦，这个对，来了，还有3小时啊！你们真行。从讲故事的老范看到现在，第一次留言，欢迎啊！这今天新加入的会员，这98分钟，这是没开播吗？这就开了，还没开播，在等候啊，还有半小时，你们真可以。这一天天的就指着听老范了，有观点不盲从难得。哎呀，这个怎么说呢？我反正是讲的很多东西是我自己认为对，但是呢，也不能保证对。啊，你那儿下雨了吗？温度降了吗？这很怪啊！我看到有些北京的地方那下的叫大呀，但是我这里好像下了那么2、3滴以后就不见了，这个也很奇怪。让我去发一条推，这 C，然后再在 Discord 里头吆喝一声。好嘞，开干。眼镜，蓝色反光，它这种防蓝光的眼镜好像都这样。上次跟那个 Indigo 直播，他那副眼镜也是这种紫色的。好嘞，前排沙发，你看看前面多少人了。好，今天讲什么内容？今天读评啊，就是我们每周三晚上都是读评论。我的评论呢这儿呢，这里好。好，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第一条，上期读评里头有人评论了，说台媒昨天有报道啊，未详细看过英文报道。川普表示，如果他当选，不管你的商品是在墨西哥、越南生产，只要是中资，一律加税。这件事情呢是这样，就是川普再怎么说他是个，就甭管他当不当选吧，因为现在据说哈里斯又支棱起来了啊。那么他都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呢还是要讲法律的，对吧？台湾呢，当年有大量的人从台湾拎着现金到大陆来找亲戚朋友开内资公司，大家也没说什么，对吧？那么你以为他真的能够把中资的就数得很清楚吗？啊，包括像很多地方不允许中国人买房，不允许中国人开公司，中国人不也都想出办法来了吗？对吧？这是你一个法治国家的总统，然后去跟中国人说我要给你做严格的法治管理，这个我觉得他想太多了啊。当然了，这个也不是说一点用处没有啊，用处在哪儿呢？就是说，中资去绕过所有这些规则呢，肯定成本会上升，而且呢，绕过规则以后呢，规模就不可以太大啊，这个是会有变化。但是你说这个事儿能把它封住，这个就想多了。再往后啊，这个说川普的收入没有公开过，上一届一直在说，后来下去也没有公布。哎，这个是吗？因为我记不清这事儿了。川普的收入是一直没有公开过吗？但是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吧，因为这种富商的收入确实是没法公开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公开了以后会发现这家伙穷的啊，穷得很，其他的那个收入呢，都去做各种避税操作去了，所以真正落在他身上的收入其实非常少啊。这个呢，对于他这个富商的形象来说是会有一定的损害的。那你说我把这些收入都放这儿，那不交税吗？这个你跟钱过不去，这个事儿就也是损害富商形象的啊。然后我看看，人工智能时代下啊，对于计算机专业毕业不编程有啥方向？
这个你以为就真的不编程吗？照样得编，跑不掉的啊。但是你可能更多的跟大模型打交道，这个是真的。美国小企业氛围还是比中国轻松太多了，这是肯定的。卡死了。我这儿没有说网不行啊，你们其他人卡不卡？这个有人说卡了啊，大家这个给鉴别一下。川普的税务表格没公开，他的收入应该可以看到，但是他不想告诉别人自己是怎么避税的。其实他是怎么避税的，我估计他自己也搞不明白，这个估计应该都是四大给他做的。在老美，汽车上要标准各大部分总成在哪里生产。对啊，我在墨西哥生产，这个有什么问题呢？我看这边没卡啊，那你在美国看没卡，这就没什么大毛病了。老范的2条标准想多了，一是美国法制管不住，二是即使贵了，还是便宜，这什么意思？后边一看没看明白啊。计算机专业不想编程，有啥好发展？那你为啥要去报计算机专业呢？其实我以前有一些同学计算机专业出来以后呢，后来学数学去了啊，去做精算师了也有。然后还有一些人去做 IT 啊，但是做 IT 这个就废了，也还有一些同学最后比如说去做维护啊，做维修啊也有啊，当然还有做销售的都有。计算机专业出来，你去卖东西，这个有什么问题吗？都不是问题。声音略小，声音略小这个事儿好办，把它往上挪挪，它就会稍微大那么一点点。我大点声说吧。不卡啊，行，不卡，那就是这个刚才这个说卡的人，你检查一下你的网络。不想编程可以 QA 或者，对，他职业这个职位很多，这儿也不卡。对，感谢建国活，感觉建国活不到年底，这不好说啊。现在不是号称这个谁，马斯克说那4500万美金一个月我又不捐了嘛，对吧？或者说这中间有一些理解错误。然后贺锦丽又民调44%，对吧？川普42%，差2百分点。贺锦丽上来以后还拼命募钱，这事儿咋弄啊？这个，你都没有白头发，怎么做到的？这个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头发要短啊，头发都立起来以后呢，这个白头发就藏在后面了，你就看不到了，这个是一个大的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灯光啊，由于剪切的原因吧，你反正你没看着，也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吧，有一点点。那个啥，说点实际的，推荐个什么？我是不怎么用 Stable Diffusion 的啊。好，我们继续。这个改不了身高，改尺子啊，上证全收益指数。有人说了，我们是不是要打3320.89点的保卫战了？这个想多了啊。这个今天好像又是4000家带涨啊，现在我们不能说跌，要说带涨。这个继续再往下滑，然后胡主编的亏损大概到9万多了啊，是他炒股以来亏损最高的一个峰值了，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保护什么其实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像现在这个3320.89点呢，就是在某一些特定情况下，比如说正好跟他去开这个点的时候的很多指标一致的情况下，它是可以回到3320.89点的啊。但是现在肯定跟那个时候差异比较大啊，这个点最后出来以后到底是多少还不好说。再往后这个苹果和微软退出了 OpenAI 董事会，说 OpenAI 像学者还没有研究成果出来，就在会议上讨论 idea。如果后做出来的产品没有其他公司出的好，路就走窄了。哎呀，这个现在真的是开始为 OpenAI 着急了啊！因为这个 Llama 3.1 405B 这个版本
比 GPT-4o 好使啊，各项指标全部领先啊，这个对于他来说确实有压力了。再推不出 GPT-5来，大家就要看笑话了啊！而且最近这1-2年吧，这个 OpenAI 画的饼确实有一点点多。咱们比较一下特斯拉吧，特斯拉原来马斯克也在这画饼，包括 SpaceX 也在这画饼，但是画完饼以后呢，没有人跟他，对吧？大家都看傻子一样看着他，然后他就自己有时间慢慢的往前做，然后这个等于过了这么3年5年，慢慢把它做出来啊。马斯克说我要做卡车啊，做了3年把它做出来了，然后说我要做皮卡啊，做了3-4年啊，也把它做出来了，对吧？大家觉得哎好厉害，即使其他人又做了些皮卡出来，但比他差很远。但是 OpenAI 这个不一样，他后边跟他竞争的人都是什么呀？谷歌、微软、亚马逊，对吧？都是这些人在跟他竞争，那你这个咋弄？再加上中国一帮卷王，对吧？这个对于他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小压力的啊。那么我们看看再往后啊，这个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写了一个挺好的补充信息啊，是解答了我的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100万辆三蹦子在美国啊卖掉了，然后呢，美国要去调查三蹦子这个事儿。上一次呢，我们在直播里头也调查了各个在美国的网友，都说没见过这东西，对吧？100万辆三蹦子，你如果没见过的话，这人一定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100万辆呢，美国这个议员们也没有说闲的撑的说我去调查你这玩意儿去。所以啊，有个朋友就跟我讲了，说啊，应该100万辆是错误的信息吧？啊，这个数字呢是来自于观察者网引用的彭博社6月29号的报道，总部位于佐治亚州奥古斯塔附近的克拉伯卡公司和德士隆公司要求拜登政府对中国制造的高尔夫球车和其他低速型电池驱动个人汽车征收100%的关税，使之与美国对中国普通电动车征收的关税相当。其实是美国海关编码8703.10.50、8703.90.01、8706.00.15和8707.10.00的名目，包括观光车、高尔夫球车、3轮电动车、电动卡丁车等产品受到调查。美国个人交通工具制造商联盟请愿书称，去年中国进口额比2021年增长了1倍多，达到5.22亿美金以上，并补充称中国生产厂商在美国市场上获得了相当大的份额，而且这一份额还在不断增加，而这直接损害了美国工业的利益。而且这个三蹦子其实进入美国并不便宜，现居纽约的25岁贵州小伙洛豪第一次创业订购了20多辆电动3轮车，在3周内销售一空，这并没有赚到利润啊，也没有亏损。这个过程中，虽然3轮车的进货成本低于600美元，但运费达到2倍到3倍，也就是1200到1800美元。个人认为，这就如图所示，这种100万辆显然也不可能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真正进去的很多是高尔夫球车、观光车啊，其他电瓶车，就是所有这些乱七八糟加起来，5.22亿的话，可能再除上，就是你不能直接去除这个3000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就是600美金的这个价格啊，要去除这个连这个车带运费的那个价格，所以呢，应该有几十万辆啊。这个我觉得这位朋友补充的信息非常完善啊，所以念出来跟大家一块儿去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破案了啊，这个并没有100万辆三蹦子在美国跑，但是呢，美国地上跑的很多的什么高尔夫球车、观光车、低速的这种卡车、电动卡丁车，所有这些东西呢，加一块儿啊，可能数量是不少的，花了5.22亿美金啊，只是呢。它在海关名录里头跟三蹦子是在同一个名录下，所以呢，国内现在就说这是一个三蹦子的事情，就是这种我就很喜欢啊，你不要上来说，哎，老范你不懂，这个就是我确实不懂啊，但是你说出来呢，我还是觉得不开心
然后提出来的所有信息呢都非常详实啊，然后也比较符合这个逻辑啊，这种是我最喜欢的评论。好，我们看看这边啊，小范有什么游戏机吗？这个我的游戏机不就是他的游戏机吗？Switch 有，然后PS5有，然后还买了个游戏电脑。今天的网友都很会聊天啊，是啊，一句话就给打发了啊，这是哪句啊？线下见过范老师，好像还是非常黑，没感觉白头发多。白头发有时候是不分年纪的，我表弟26岁的时候就白了好多，体质不同。这个是把产品的总成产地标注要求跟大国要求，特斯拉国产化率达到一定水平，真是异曲同工啊。这个我觉得你只要有规定，上有规定，下有这个，就上有政策，下有这个对策啊，这个不用太担心。Midjourney 能扩图吗？能啊，Midjourney 也能扩图。但是 Midjourney 扩图是这样，就是它把中间这个图缩小，然后在旁边画大。然后你真的想把一幅标准的图变得很大的话，网上应该有一些工具我记得，但是我自己没有太多用过。有一些这种就是可以把图直接变成，就是 Midjourney 图变成这种 SVG 那种矢量图，然后你可以自由的缩放。还是塔主观察仔细，我就记得老范跟我差不多胖，这是什么意思？真好，太巧了啊！第一次赶上直播，哇卡哇卡，这个真的是第一次吗？这个好像不像哦。我觉得民主党还是对大局没有现实估计。贺锦丽，其实，不就是哈里斯吗？为什么要翻译得这么矫情？真的是扛不住川普的。尽管我自己偏左，好吧。今天大兴机场延误，刚好可以看直播啊！这是看来在机场了。这后边是个什么标呢？这个 logo 像是一个航天还是什么的一个标吗？前两天看网上国外小哥在网易卷了不到3个月，受不了辞职了，这太正常了。网易其实算是各个互联网公司里头比较温和的一个了啊！你让他上拼多多试试，你让他上字节、美团试试。Victor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估计是我太矮了，看不见头顶啊，头顶比较黑。申花是冠军，这是哪段？人间不拆啊！今年川普不知道会不会碰到哈里斯曲线，邮寄选票，这还是有偷票的嫌疑啊！这个事儿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怎么说呢？哈里斯上来或者叫贺锦丽上来，至少有一件事儿是比较开心的啊，就是这个大选的各种节目收视率又可以上升了，是吧？要不然就没意思了。这个事儿胜负已定，这事儿还有什么意思啊？跑完步回来啊，大家晚上好。有退休计划吗？你准备多大年龄退休？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我在今天放的这个讲退休的节目里头也讲了。这是分几件事。第一个呢叫停缴社保啊，这个我估计我应该会缴到65岁，如果我在国内的话，估计即使出去了，我应该也还会继续缴。这个是不一定65了，看我要求缴到多少，我应该会按照法定把它缴完。然后领钱呢，也应该是按照法定开始领。我可能是62岁零几个月吧，就可以开始去领这笔钱啊，这是我现在的一个计划。然后至于说干活比如说每天跟大家聊天录节目这件事儿呢，这个如果没有人去请我上班的话，我估计会一直录下去吧。或者说可能再往后会比如说过一段时间调节奏这个多出去玩耍一下，多断更几天每周少更几条这个有可能会调整。这个但是录我估计一直会录下去因为我现在也习惯了这种生活，就是每天会去看新闻，会去阅读思考，然后再整理，再给大家讲，对吧？也是挺好玩的一个事情。立党这个不知道啊，
这个我对他的内容基本上没看过，所以不了解。我知道有这么个人啊，但是他具体说了什么不清楚。啊，今天维也纳出差正好看直播，哇，你这凡尔赛的，我也想去。啊，一看老范就不看球啊，那个标是大米国哦，好吧。第一次看直播，这个名字不像吧？贺锦丽是台湾人的翻译吧？今天蔡正元孩子成精，说还是哈里斯比较合理。这个其实无所谓了，我觉得翻译成什么的关系真的没有那么大。国际米兰俱乐部的标志，小国际哦，这样的。好的，好的，这个看来是需要科普。讲讲你的投资啊，我是以前做投资，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在家里头讲故事了。还在澄清啊，是澄清什么？贺锦丽是他的官方中文名吧？不是中国翻译的，这个不知道啊，这个我真的不确定。请问范老师啊，这个我看一眼，特朗普上台会全面封禁 Timo 吗？应该不会啊，他应该也还是说我加税啊，我给你取消这个$800的邮政补贴呀，或者邮政免税呀，他应该会干好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要求 Timo 就是按照标准和规则做。上来我给你封掉这个事儿呢，原来是中国人比较爱干啊，美国人呢一般是说我制定规则，你只要符合我的规则呢，我就让你接着玩，一般是这么干的。所以这个而且怎么说呢，我一直觉得。川普这种人上来，对于 Timo 来说是重大利好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美元会可能会比较强，然后呢，对各种的中国商品加税，或者对所有海外商品都加税吧，他搞这种事情，就是叫 MAGA 嘛，Make American 那个 Great Again 嘛，他搞这些东西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任何带有品牌溢价的东西进到美国呢，都会非常不划算。吧？而像Timo 这样的白牌的东西呢，反正我本来也没有品牌溢价啊。原来比如说我东西值$10啊，品牌溢价$20，然后一共$30，以前这$30都得交税啊。那我现在这个$20品牌溢价没了啊，我就剩这个$10的这个基础的货了啊，然后你加100%的税，$20不就完事儿了吗？我还是很便宜，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Timo 会把各种各样产自美国之外的有品牌的商品都给清洗干净，对吧？而且他做的这种白牌的商品，对于美国本身的品牌来说也是挺毁灭性的打击。美国的高端政客都会有专门的美国汉学家帮他们起名字，所以他们的汉语翻译都矫情，但是有些人就自然一些，有些就过于华丽。哎，那川普他的这个翻译的名字是什么呢？是特朗普呢，还是川普呢，还是什么样？因为我记得以前好多这个翻译好像在中国和这个就是在大陆跟台湾是不一样的。布什咱们叫布什，好像在台湾叫布切还叫什么，对吧？里根，然后他们那边好像叫雷根还是叫什么？我记得反正都还是有差别的。他的竞选旧金山地区检察官时，为了赢得华人选票，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贺锦丽。哦，这样来的，这就属于查资料的。如果身体一般健康，生活质量温饱即可，要多少钱才能退休？这个其实中国人的这个钱跟退休之间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你比如我妈吧，我妈现在她是退休状态，这是一定的。她每个月的开销呢，可能也就是可能一两千块，可能没准还更少一些，对吧？有的时候花的少的时候，可能几百块钱一个月就混过来了啊。因为老太太嘛比较节俭，但是我们基本上会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进到医院里头，把一生的积蓄都交给医院，这个是中国人真正老了以后说为什么大家要攒钱，就是为了说，哎，到最后进医院的时候，医生问你说你是再抢救一下啊，还是就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有钱说再抢救一下。
吧？也挺悲哀的。我告诉你，这个过程跟你，比如退休以后到底怎么生活，到底去哪里玩，还是说，我们是节俭一些过，还是怎么过，其实没关系。你再怎么节俭，你比如说像，老一辈的人，他们可能干一辈子，最后能剩个几十万啊，或者是能剩个一两百万。那这种你真的比如说到最后进了医院了，没几年就给你折腾干净了，对吧？这个是一点招都没有啊。因为我父亲到最后一段时间，他是多发性骨髓瘤，吃的那个药就是他打的那个针，对，好像是几万块钱一针，然后呢也不报销，对吧？这个就一会儿的几十万就没了，所以这个就大家就别想说你到底有多少钱够啊，因为我们最终大家努力的去卷，努力的去挣，然后努力的说希望可以多一些退休金，干的所有的这个事情，我们是在跟自己的生命赛跑。啊，不是说我要过得更奢侈一些，啊，这个一定要去理解。老范也永不退休了，对呀，这个大家既然又选择了我，对吧？那我就再干5年呗。贺锦丽是她以前为了去华人区竞选取的名字，她闺蜜是台湾人，闺蜜的父亲给她取了个名字，她还不喜欢这个华丽的丽啊，觉得应该是智慧一类的名字眼儿，估计美丽不符合政治正确，好吧？第一次看直播啊，加一，这个名字也不像第一次啊，减一吧，好吧？这个贺锦丽是他在加州啊，好吧，这个大家都给出了答案。中外企业其实都深度研究规则，外国人研究怎么遵守规则，中国企业研究怎么绕过规则。哎，其实老外他们也研究怎么绕过规则。你以为他们研究了半天规则就怎么样吗？他也绕，不是说不绕啊。这个大家最后会看说绕过规则的成本是什么。只是中国人在这时候有时候更大胆一些，而且有的时候思考更活跃一些。加密货币的看法啊，我的理解，去中心化以后没有人管，不是会增加各种犯罪和灰产吗？像是最近发生的泰国绑架案，就是勒索虚拟币。如果没有虚拟币这种勒索，在银行监管下就会很难操作。我觉得泰国绑架案这个事儿呢，本身就是一个二货绑架了另外一个二货，对吧？没有任何的可讲的事情。他真的以为虚拟币就没有监管吗？所有虚拟币，特别是这种大的、比较稳定的虚拟币，都是有监管的。你只要是做了 KYC，做了这种实名认证以后，你做各种转账都是马上就可以被追踪的，对吧？这个第一个二货是这女的，每天炫富说哇，你看我这包多少钱，我这表多好什么的，对吧？然后呢，来了个二货，是个这个男的，然后上一个各种什么计策，就把他骗到泰国去了。啊，把人摁在那儿说我要去勒索，我要去那个你给我钱，啊，最后钱我不知道拿没拿着啊，仔细细节我没看。然后把人弄死了以后，拿着东西到澳门去当去，结果发现东西都是假的，直接落网，对吧？所以就是一个二货绑架另外一个二货，这事儿跟加密货币一点关系没有。特朗普是新华社规定的干译，好吧？音译翻译，官方是特朗普，川普是音译，好吧？历史传统啊，开源模型你觉得哪些可以用啊？有没有跟闭源模型竞争市场的实力？为什么 Llama 经常问中文问题，回答英文，回复质量感觉比 GPT 和 Cloud 差很多？如果最后都是使用在线闭源模型，感觉 M4加16G 以上内存用途也不大。这个事儿是这样啊。Llama 现在最新出的 Llama 3.1405B 啊，在各项测试上呢，确实都已经超过了 GPT。然后 Llama 压根就没有对中文做特殊训练。现在 Llama 3.1405B 呢，它是8种语言啊，里头也没有中文啊，它连印地语都做了，它都没有做中文。因为他知道中文中国人自己会做，而且他做中文呢，
这个这个叫谁，扎克伯格也不太甘心啊。至于说本机跑模型的话，我现在本机跑模型基本上是干3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经常工作的或者经常运转的小型模型，我是在本机跑的。这块呢，我现在基本上用的是千问2，就是如果你要用中文的话，千问2还是千问2 9B 还是非常好用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所有嵌入模型都在本地，对吧？因为你嵌入模型做的数据吞吐很高量也很大，你要放到这个云端的话很贵而且也很慢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一些不是特别适合公开的内容，在云端的一些嵌入模型去做操作的时候，会给你直接吞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我有一些希望输出不受控制的内容是在本地跑的因为你在云端的话，它经常会拒绝服务，对吧？那么还是有本地模型的空间和市场的。塔主也是陌生人，什么意思台湾会故意跟大陆不一样，这个就不确定了新华社有一个专门负责统一翻译口径的部门这个我倒是听说过。其实一直觉得国内经济很好解决，我们生产能力很强，中央政府背赤字印钱，这些钱保障民生养老，别搞延迟退休了，消费起来，这个还把钱均匀撒到社会中下层了。这个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我们大家的这个眼光都不够长远也不够这个大叙事人家真正最上边那个人呢，或者最上边这一层人，人家考虑的从来都不是把经济搞好人家考虑的永远都是说我怎么继续干下去这个事儿一定要搞清楚如果已经很老了而且病得不能自理，我宁可选择不救，体面的走。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到那个位置上，对吧？你到那个位置上呢，你就还是会去想说我还是要救下去。这个老无所依没看过。梅塔元宇宙 AGI 这个概念是不是已经要凉了？泡沫已经破了？其实不一定我觉得现在的梅塔股票才是咱们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但我觉得Llama 3.1405B 算是一个很大的划时代的东西。老范，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普通人，不想一直在办公室工作，想做一些类似我这样的视频博主或者是远程办公工作，这个有一个方向没有我的梦想是开着房车到处流浪旅游那你可以尝试做视频博主这个事儿最简单了，举起手机对着自己的脸咔嚓摁一下，对吧？然后再拍个视频马上上传，然后看看有没有人点赞，然后看看你是不是适合这条路，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个类似这种事情都很简单先干起来再说你说我坐这想这没用先干起来。所以还是贷款超前消费最划算，是的。突然感觉退休这个话题敏感起来了，不敏感。所以阶级不够的，不如润去一个包医疗的国家，是的。我外公最后半个月是在 ICU 过的，如果没钱，连遗言都等不到死很容易，死的体面很难，这绝对的。ICU 那个我一天多少钱？反正很贵很贵我父亲最后在 ICU 里待过嘛，待过几天，因为他这种本身也不是那种特别急性的但是反正很贵那个玩意儿。中国企业研究如何绕过规则，而且往往还搞不清规则。我见过的大国企业在美国坐牢的不要太多，但是没坐牢的时候都觉得美国人很笨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美国人也绕过规则，中国人也绕过规则，都有笨的，都有聪明的我们最终看到成功的那些人呢，叫幸存者偏差，对吧？它是这样的一种过程，不是说
这个成功了就怎么样，就跟原来大家看过那什么没有，就是美国工厂讲那个曹德旺在美国盖玻璃厂那事儿，它里头有这么一段，他说我要去开个庆功典礼啊，人家设计了说你在这儿去这个有一棚子啊，你在棚子下头做庆功典礼，说我不要那棚子，他说万一下雨怎么办？他说不会下雨的，他说万一下雨怎么办？他说不会下雨的，对吧？大家这个人问了他3、4次，他最终的结论就是不会下雨的，然后扭头走了，对吧？这个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很多的企业家呢，他就会这种迷之自信，说反正我相信不会下雨，我相信呢下雨在当地应该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在加州还是在哪儿我忘了就是反正在这里就不会下雨啊，就永远是晴天。那你说他赶上下雨怎么办呢？他就不见了啊，这个人可能就失败了。但是我们最终剩下的这些人呢，或者剩下这些企业家，就是他坚信不会下雨，然后最后那天就没有下雨，然后这些企业家活下来了，对吧？所以对于我来说任何成功学都是很二的事情，因为我们能够看到成功学或者上来讲成功学的人呢，都是一帮这个坚信不会下雨，然后于是那天真的没有下雨的这帮人，他们成功了。开着房车到处流浪旅行和着开着房车到处还远程工作，基本不是一回事。对，这个远程工作这件事儿呢，因为有一些房车旅游的这种视频博主啊，但是现在这一块儿呢，其实日子都没有那么好过，啊，未必能养得活你和你的房车。房车无论是旅行还是，需要不少钱的，是的，所以希望有远程工作收入，可以维持支出啊。这个其实如果你就是想远程工作的话，最好的方式是去，比如泰国呀、马来西亚呀，或者去一些这样的地方，然后你去做远程工作就好了。就是我们在当地也见过很多这种，比如说从澳大利亚过去的 HR，他也坐在那儿打电话帮人去算各种的这个薪酬制度，然后给人打电话面试，对吧？或者很多的一些可以去做远程的程序员的，对吧？都有但是你就不要想着说我四处走的过程中再去远程工作，他们都是什么呢？就是我留下一个地方，一边工作一边这个玩耍，然后呢换一个城市，再一边工作一边玩耍，啊，每一个小城市呢，在那儿比如说住个呃半年或者有的时候住个1、2年，然后再换个地儿他们这么来生活的。小扎当年该有的政治正确都做到了，结果还是等不到大陆的绿灯这个我觉得小扎自己呢稍微有点笨，对吧？这个没有任何好说的。在这件事情上呢，这个犹太人呢，他是个商人虽然呢他娶了个华裔老婆，但是呢他并不了解中国到底是怎么干事儿的。你像在这点上，谷歌就要比他聪明的多。谷歌就是说，我就在中国四处开办事处，四处开这个办公室，然后招聘四处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叫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呃这个商务上的推广他就做很多这样的工作，而且谷歌大量的就很多的工程师和这种科学家吧，都会被中国各地政府奉若上宾有点什么事儿还请他们来聊一聊，对吧？这个是谷歌跟中国的各种沟通和交流的方式。然后谷歌也想回来然后也在跟就是谷歌内部有很多华人的这种高管也好，工程师也好，也在跟中国政府去沟通，说什么样让我进来但是中国政府呢也不会给你一个准话，说你这个怎么能进来这个不会告诉你，就是说每次都是这个佛祖拈花一笑的那个感觉但是谷歌反正我也不往后退我该开办公室接着开，该招人接着招该这个做销售接着销售然后四处还做活动，然后四处去撒钱，然后还这个什么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政府里边去成为这个政府机构的座上宾四处搞这个事儿。然后扎克伯格呢，老希望说，哎，你看我这个是不是有一些明面上的规则我把它遵守掉然后呢我就可以进来了在进来之前呢，我一定是不敢行差踏错半步，所以 Facebook 在中国大陆没有办公室他们离这儿最近的办公室是在香港，好像有没有我不记得。他们反正管中国大陆区的那些人都在新加坡，然后呢，定期会跑到大陆来去做一些商务上的沟通，然后呢就快进快出，然后再赶快跑掉。他们也不以 Facebook 的身份在国内做任何的这种明面上的推广，包括招聘，
对吧？Facebook 在国内招聘都是什么呢？先找 HR 公司啊，或者是那种猎头公司给他们约人，约一大堆人以后呢，这个包括他自己团队的这种内建，反正就有一个名单了，然后就在北京啊、上海这种地方租一个酒店，约每一个人进来啊，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去面试，然后呢，他们就干这种事情，跟做贼一样，这个就很二啊，就跟中国大陆打交道就不是这么个打法，就这么简单个事情。豆包全平台覆盖，横扫用户桌面浏览器，是不是 AI 应用已经被大厂弄得没有空间了？有空间还有很多呢，对吧？豆包现在虽然有这么大的使用量，但是呢，它也没有真正找到里头的这个核心的利润点啊。大家为什么用它这个事儿，其实它依然没有解释清楚。上班摸鱼的来报道，哈哈，祝贺小范，谢谢谢谢。有必要每条都读吗？比如我这条不需要读啊，没事，我先看一眼，我不点我看不见。建议赤字印钱的朋友，你真不知道现在已经印了那么多赤字钱，否则哪里会如今这么麻烦？对，已经印了很多了，只是发不出去。以后会给小范带娃吗？这个要问我太太啊，她愿意带她就去带。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也是个娃。既然高层想的是怎么干下去，那美国还选举个什么劲？选举政策不都是忽悠人的吗？那你要问美国人啊，你不能问我。ICU 一天1万，是的，这个反正我印象里是上万了，很贵。在字幕组干了几个月，我发现翻译统一口径是很二的事情。他们用的是1950几年一帮福建人建立的标准，因为他们的舌头不能打卷，所以发不出川这个音。福尔摩斯啊，这个好吧，这个我还没想到啊，这个我真没想到。国人没信仰啊，所以比外国人更怕死。这个你以为外国人不怕死吗？千万别这么想啊！有救命的时候他们都上，竞选口号的确是忽悠人。更可怕的是忽悠都懒得忽悠的地方有意见，删帖下架就完事儿了啊！这个不知道你在说谁啊？别买自行车啊！我已经买过了啊！我已经买过了。这个我买了一辆大行 D9啊，这个车呢从我礼拜一买的啊，礼拜一买的，然后呢，到现在还在我的汽车后备箱里放着，没拿出来呢。这个因为天太热，实在不想把它拎出来骑。能花几十万的癌症都是幸运的啊！我父亲的大学老师医疗待遇，我父亲也是大学老师医疗待遇，公费报销，肺癌，没查出来之前非常健康，查出来之后到去世2个月啊，报销完了也不到10万，有钱也花不出去了。哎，这个看吧，这个反正每个人都不知道到底什么在等着我们。能花钱续命是幸运的啊，但是当你能花钱续命，但是没钱的时候，就是很不幸的了。这样痛苦少啊，这个，我们不是那个人啊，我们也不要去研究这个事儿到底痛不痛苦啊。我奶奶这个1个月啊，这个，哎，算了，这个我们不再研究这个生生死死的事情了啊。这个谷歌表示，江湖中已没有歌，但是到处流传歌的传说。谷歌这玩意儿还是挺神的，中国大陆还是有谷歌的，天天在推全球营销服务，只是搜索退出了，就是谷歌的其他服务基本上都退出了。福尔摩斯可真是啊，哪里的口音不了解啊，这个也很神奇的这个翻译。有没有从小就带小范去清华北大熏陶啊？小范入读北科大，你是心里的石头落地了，还是更加意难平？这个有什么呢？你像我从小在清华院里长大的，我也没考上，对吧？这早就学会接受现实了，接受自己，这是很正常的，对吧？这个不用想。人家小范，别说清华北大院里都带他走过了。他身上穿的好多衣服都是我从斯坦福、从什么 UC Berkeley、从哈佛从那儿买回来给他穿的，他不也没考上吗？这事儿，这大家接受就好了，对吧？这个美好的愿望可以有啊，但是呢，你说这个
没有去成，然后就意难平，这个就有点太跟自己过不去了。有计划来上海吗？其实我对现在来说，不是计不计划的问题，我是属于随时说走就能走。但是去了上海干嘛呢？我可以比如说跟大家约一个，大家有在上海想见我的没？然后我们凑个十几20个人，我就到上海去找你们吃饭去，对吧？这个事儿也可以。像我去上海转一圈连火车带酒店怎么着得2、3千块钱，对吧？对于我来说，花个2、3千块钱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对，只是到那儿就是跟大家聊聊天，最多比如说再跟大家一起坐下来录2条视频，也就是如此了，这个事儿是可以的。但我为什么一般就是最近开始越来越懒得动呢？就是这个每天坐在家里录视频，还是有点路径依赖了，就不想动了。因为一旦开始移动的话，你就需要这个打破这个日更的这个节奏。像我虽然以前四处也跑，也这个没有打破日更节奏，但是那个是很辛苦的。就是说，我会在离开家之前先录个4、5条，然后把它存在那儿，然后再赶离开家再去运动，对吧？然后到了任何地方也玩不好吃不好，然后都得接着录节目。所以这个我可能还要再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才能四处乱跑啊。众所周知骑自行车减不了肥我也不建议减肥，只是开心一点啊。豆包其实是 Alex 做这个没想着跟他做个什么访谈都是你投的。这个 Alex 我还真没见过他，我跟他不熟。对，因为我是当时投了以后，主要是跟路易斯打交道。然后呢，每一次我去他们那儿都是路易斯接待，所以我跟他们折腾了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见过 Alex。我知道有这么个人然后也知道他很厉害，这个但是呢，真的跟他没有打过任何交道。小范高考咋样北京科技大学自动化专业，这个现在好像要推居民积分，说了啥不好的就扣分低分的就不能这个那个，这我还真没听说我觉得也挺好真从清北毕业的人，有几个能像老范这样跟咱们唠嗑？这个也有李周。这个7月31号这天会去看731首映吗？应该不会。这种奇怪的片子我为什么要去看？人大女博士举报老师骚扰吧？国内的大学制度是不是给导师太大权力了？导师都很喜欢让学生当牛做马给自己干家务。你这个呢叫地图炮这个你要相信，这种人呢有肯定有，但是呢一定是少数，对吧？我们要相信党的干部绝大部分还是好的。这个你说这个老师都怎么样这个事儿呢？你一定是在造谣，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至于这种事儿呢，我觉得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会说呀，都会出。你像美国不出吗？美国照样多的是。Me Too 的运动里头干了多少老师下去，对吧？干了多少名人下去这个其实哪儿都有了这个里头呢有真的也有假的，对吧？有冤枉的都有这个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社会的一个现状吧，没有什么好说的。其实去校园去熏陶有点双刃剑没准孩子觉得这么无聊的地方没啥意思，很多家长自己没想动脑筋，还想偷懒，觉得去熏陶一下孩子，突然就努力学习焕然一新了。对，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像我儿子还去过牛津、剑桥，我还没去过呢。对，这个都熏陶过这个也没准以后上研究生还有机会骑自行车得尿道炎几率倍增这个咱不骑那么多就完了呗。孩子选什么专业？子承父业嘛。自动化这个也不算子承父业，但是也算吧，算半个吧。我外甥在那儿读研挺好。人大税学生的老师很多，人大税老师的学生也很多。对，这个反正有两性在这里嘛，就是这种事情呢，有你情我愿的也有学术妲己，对吧？也有这种禽兽老师，这个都会有，在中国、在美国、在任何地方都有一个一直有个问题你们在国内的油管 UP 主的账号选择区域是中国吗？这肯定不是你肯定不会选择中国
谷歌账号啊锁国区以后，商店都不能买 APP，油管上看视频啊也受到版权限制。看视频应该没事吧？居民积分啊，这个就真我觉得不太会啊。尿道炎那个吓人了，因为我真的已经经常去骑行啊，是这个有啊，肯定有，但是不会有那么多。父子都是自动化转码没有？我是学的软件啊，我就一直是学软件的。好啊，这个继续读评论。这个 Character AI 赛博情侣要玩不下去了，有人问了，说 Cloud 也快活不下去了，在竞购这个是怎么理解啊？这个有人在讲我这个里边有个逻辑不通啊，我说我 Cloud 快活不下去了，所以谷歌跟亚马逊开始竞购它。大家都觉得这个公司被卖掉是个好事啊，但是你想，对于创始人来说，能够自己独立上市，能够成为公司的主人，这才是最舒服的事情，对吧？你说我这个卖出去了以后，然后成为谷歌和亚马逊的员工，然后去被谷歌和亚马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 HR 啊、什么法务啊呼来喝去的，这肯定是很不爽的。所以呢，通常这种创业公司玩得下去的时候是不会卖的啊。只有快玩不下去的时候才会把它卖掉。再往后啊 ，BBA 退出价格战，4S 店崩了。啊，这个有人说啊，卖汽车还是金融机构这种操作吗？是啊，这个事儿就是汽车行业整个从头到尾都是一种金融操作。从造汽车你就要去贷款啊，汽车整个销售过程中都是供应链金融。然后汽车卖掉了以后呢，又是汽车消费贷款以及租车，其实也是一种金融服务，然后包括二手车依然是一种金融服务，对吧？所以汽车行业整个就是被金融服务包裹起来的一个产业啊，这个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啊，不是工业斯巴达，汽车行业是个金融行业。然后还有人说啊，是广汇汽车，不是广信啊，因为我想不太起来了，我当时说的是广信吗？还是广汇还是什么样？我有可能口误了啊，是广汇汽车，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如果是我口误了，就跟大家道个歉啊，也更正一下。广汇汽车啊，它呢退市了。这个再往后啊，这个三星手机表示越南生产的国外品牌，咋就给排除了呢？三星现在确实是主要在越南生产，它当时把国内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各种工厂都搬到越南去，甚至越南呢专门有一个城市叫三星女儿国，因为他们的员工大概80%多90%都是女生，所以呢都是女生在那里去上班，每天可能也是几十万人进厂，几十万人出来，这个越南确实是在很努力的生产三星手机吧，这个国内也确实有很多的手机厂商在往那里搬啊。现在国内比较幸灾乐祸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印度的苹果手机据说是质量有一些问题，所以 iPhone 16并没有太多的给印度的工厂去造因为 iPhone 15在印度生产的据说是卖的很不好大家都不想要这个机器。那么 iPhone 16呢？因为比这个叫谁？这个富士康已经搬去印度了嘛，所以呢，现在提姆库克是把这个订单给了另外一个果链给了谁了呢？给了比亚迪所以以后咱们用的 iPhone 16可能就是比亚迪生产的 iPhone 16了。好，我们看看这边又有什么了。关键是别憋尿这个是想上厕所去上厕所。这个你讲讲 AI 和 LLM 是不是泡沫这个是准备做呢。但是这2天让我先歇会儿梅塔新模型意味着什么梅塔新模型那个视频录完了，等我读完评以后把它传上来。从现在到 AGI 还需要多少年？元宇宙何时实现？怎么看 crypto 你这都是大问题，每个问题都给我讲个3、5期的，对吧？像你这种有这么多问题的人，我就应该把所有这些问题都讲到会员频道里去，然后看看你到底买不买会员。
熏陶啥的真的作用不大。我姐姐夫都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外甥，从小就在硕士博士云集的小区和学校里长大，现在考上高中的可能性都有问题啊。我姐已经在我这儿问我如何在日本上高中的事情了。来吧，去日本去上高中吧，挺好的。尿道炎还有前列腺炎都是骑车容易，也不叫容易吧。这个环法传奇冠军这种事儿呢，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也不可能像他那么去骑，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啊。YouTube 看视频有区域限制，比如 MV 和影视剧，特别是日本的 MV，很多都只能在日本看啊，这个有可能，这个是有可能的。我的个人体会是啊，所谓熏陶，很大概率是起到副作用啊，在那个环境很容易逆反。这个我觉得我们也没法统计这个事儿，就是去呢还是可以去啊，大家看一看也没什么问题，这个都是概率问题吧。如果清华北大那么熏陶啊，那么别人就不用去熏陶了。人家，北大清华成天熏陶的孩子已经占满名额了，对吧？还有人家的外甥侄子也熏陶啊，对啊，你看我就是清华子弟，最后不也没考上吗？我瞎操心一下儿子的专业，对于以后留学可能有影响，这个没什么影响。我觉得学自动化没什么问题，出去考这个计算机类的应该没问题。一个女同事50岁，北京退休，一个月3500多。哎，这个其实你如果北京有房的话3500多也不是活不下去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鸿海今年在郑州投了新的是，这个是准备去造电动车和储能电池的啊，跟这个手机已经没关系了。话说现在 A 股又准备稳中向好啊，这个那就不知道了，救不动，真救不动了。现在是开完会以后就大跌嘛，其实很简单，就是开会的时间一直在维稳，啊，现在维稳的这个力量稍微你们会也开完了，让我歇会儿啊，就变这样了。在好几个大医院给自己拍的片子自己不承认，就认老中医那一套啊，这个怎么说呢？中国大陆和俄罗斯成功躲过此次全球 Windows 蓝屏浩劫，你怎么看？中国所有的机场正常运作，不是？我知道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中国躲过，很多国内的人都在讲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太好说的，对吧？这个因为国内你就没装这个软件呗，而且国内呢。很多的这个 Windows，特别是机场的 Windows 呢，它也没有那么好的维护，也没有及时的升级。一般出这种事儿呢，都是有非常好的维护的地方的机场啊，然后呢，它的 Windows 它的电脑都已经升到最新的级了，然后它这个叫什么这个软件也都升到最新级了，才会出事儿，对吧？国内谁给你去维护去啊，对吧？就这么躲过了，这个答案是不是挺满意的？你想，它一共是850万台机器，趴菜，你以为这个公司就只有850万用户吗？剩下人为什么没摊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那很简单，剩下人没有升级啊，没有联网啊，对吧？没有去做很好的维护啊，所以真的是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的不长眼的，对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像我们上次把这玩意儿弄崩了，我觉得最后崩掉的人应该有上亿，对吧？他也没说什么，对吧？这个也就如此了。是比亚迪收购了一个苹果代工厂，所以比亚迪进入了代工产业链啊。这个比亚迪原来一直在里头，但是它原来可能造一些别的东西啊，电池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哥们儿，措辞要这个注意啊！我记得你之前很多发言都被油管鉴定为，需要确认才显示，这回又是这样啊？是，我看他说什么了啊？和亲人很难讲逻辑，是这样的。骑车不超过1小时，基本就没啥减肥作用，而且还改善胃口，吃得多啊，这个我觉得挺好的。我现在希望自己胃口好一些。这些坏人，人家还没开始骑车就吓唬人家。对啊，你像我这个，万一拿你们这话当个借口，以后就不骑了呢，对吧？你们得为我那个
4000多块钱的车负责任，A 股是真的有好标的啊，我就买英伟达上游，春节后都快200%了，可能你们不信啊，我也不信。说小范啊，庆余年的小范大人啊，好吧。救的时候就涨啊，这个只要一不管就跌，股市暂时没救了，等美元降息了，我估计也不会有救啊，因为现在这个在决定这份文件里头已经说了，金融现在就是维稳啊，所以想涨这事儿都别想了啊。然后今天还有一个梗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6000点被套的工商银行在2900点解套了，多少心酸，多少信息在里边，大家想想。北京59退休3500已经很多，他是50退休吧，3500已经很多了。我在日本认识了不少老头，一个月，就5万日元，2300左右啊，多一点的也就是10万日元啊，4600，10万啊，好吧。你为啥不买4090，而是4070？这个因为它是叫什么来着？它是这种轻薄本啊，它那个是幻16Air，那个里头就没有4090的配置，只有像枪神那种纯游戏本才有4090的配置，那个实在太重了啊，让我儿子试了试，这个重量和大小完全无法接受，就是它基本上失去了移动的意义，那个玩意儿。这个我就是个冥顽不灵的，那就冥顽不灵就经常被审核呗。再跟你们说啊，所有被审核要求确认的信息，我是从来不看的。这个你们自己说话，反正你觉得希望我看到的，你就说话稍微的收敛一些啊。你要不然你就自己图个嘴痛快，反正没人看见，你自己痛快完事儿了。我说三星在越南生产那句话的重点是，你在里面说了一句国内就剩苹果是国外生产的外国品牌了。哦，说的这句话那我后边那半句没读懂啊。三星确实在国外生产好，但是呢，国内现在也卖的不怎么样了啊。国内现在三星市场基本上崩菜了。蓝屏事件最近中国唯一能赢的事儿了，这个，这个我觉得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自己偷了个懒儿。不知道老范对现在的英伟达、苹果和特斯拉怎么看？还能涨吗？他不做任何的这个投资建议啊。你不去云贵高原、新疆旅游避暑吗？想去。6000多点的工商银行啥意思？就是在6000点的时候，工商银行上市，然后呢，马上就开始暴跌，有很多人在那时候买了，就开始就套牢了。结果呢，现在国家等于是只拉银行股，然后其他小股让它去死。所以现在你看指数不动的情况下吧，经常是一共大概是5000多只股票吧，然后4000多只下跌，然后呢指数不动，那怎么办呢？就是拉工商银行拉这些股票拉起来的。所以现在呢到2900点呢，这个工商银行的股价涨得比6000点的时候的工商银行高了解套了，就这么一个故事。这个不做投资建议几个给英伟达供光模块的年后都不错这个我们也就不讲这事儿了。这个又赶上直播了，这个才是比较好的同志啊，每次都上来玩第一次直播这事儿太无聊了。是的，游戏本就是折叠一体机，我买的外形是双显卡，你还有这种机器？我还没见过外形是双显卡。请问现在适合在大厂卷吗？你首先得进得去。如果你进去了，你就得好好在里边待着如果你没进去的话，你看看你能不能挤进去。这个屏蔽 Windows 的更新确实能够避免掉很多麻烦，这个就属于没脑子，对吧 ？Windows 什么时候会更新？Windows 发现漏洞了才会更新，你不更新的话，这些漏洞就在你的电脑上，对吧？人家就可以去攻击你所以更新这件事呢，还是要去做的，但是要有比较好的 IT 来维护这个事儿。幻16属于全能本便携和性能兼顾，是的。美国降息，那么一般美股会涨，美股继续涨，
为什么 A 股会涨？不懂。美国降息了以后呢，可能很多美元就会流出美国的储蓄市场，开始进行全世界的投资，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大家手里边的现金会多一些，经济会更活跃，大概是这么个逻辑啊。美国降息的话，中国也有降息的空间，就这么简单啊。中国已经再降快到零了。A 股很诡异啊，资金撤出的量和指数完全对不上啊，这个它就是这样，就是拉大银行就好了。这 A 股吃相太难看啊，这个就不能乱讲了。稳中向好啊，第一次这么早赶上直播，好吧？这个 Windows 天天有漏洞啊，这是肯定的。你只要是这么大的程序开跑的，不可能没有啊。等条件合适了再出山，谁还要你？是。不能自理的话，在北京进养老院多少钱？这个不知道啊，你这个问到了我的知识盲区。好，继续读评。大会开过了这条啊，有人问了，说税务改革之后，地方钱拿到更多，地方权力更大，更要去大城市，小城市没啥机会，会不会越来越像经济联邦呢？统一大市场更难搞。这个事儿是这样，一旦现在税改了，而且现在的税改比我们当时想象的还要恐怖啊！原来想的是加个消费税就完事儿了，现在没想到它是要地方自己去设立自己的税种那这个事儿的话，就是把非税收入变成税务收入嘛。原来大家收不到税，收不到钱，然后大家就拼命出去罚款，那么你以后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变成税了，这个事儿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以后呢，绝对不要去任何小地方。对吧？原来你去了一些小地方，人家说罚你点钱现在去了小地方，人家说我要收你点税，这事儿你咋弄而且说你这个原来罚钱你还可以跟他正本说你这个罚钱到底对还是不对？现在的话你就算抗税偷税漏税这玩意儿受得了这个所以这个现在税改还是很吓人的。这个还有人问去年在线买了 OCBC 入了1000加币1000新币。就没再用过，现在决定用起来，但是担心一个问题，就是钱出去以后，如果想用再回来的话，方便吗？会不会有风险这个事儿呢，没有一定之规就是有可能会有问题但是有问题的概率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个国内的银行接受境外汇款的时候，通常管的还是比较松的这是一方面如果很大额的话，然后再说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我就是用个1000新币，用个几千新币这种事儿，这个来回打钱没什么问题然后还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个跟土地相关的知识点说老范我朝土地分为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尤其是农村土地多数是集体的这个我还真不是那么了解城里人从小在城里长大，对于土地所有制呢不是那么熟那么可能未来这个集体土地的话会有一些新的文章吧，今年会去做。然后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C 口大型渠道的这几年显卡扩展坞兼容性越来越好，价格也越来越低，非常好用。我是不太喜欢显卡扩展坞这种东西。日本 F35飞行员那个跳飞机咋回事不知道。这个还没关注这个事情从海外带4090回国的嘛，会不会被税？想年底去日本带个4090回来，想搞清楚现在什么状况。其实你不需要，在国内有卖的，你在各种商场里都卖，对吧？你像我去买那个幻16的时候，我就去的华硕的店嘛，就是它甭管是单个的华硕4090的显卡，还是说这个装好4090的台式机，或者是装了4090的这个游戏本都在卖，何必费这劲呢？国内4090也不算贵，应该。延迟退休会不会让很多年轻人觉得不划算？现在很多人失业或者灵活就业，也还是自己交社保。如果延迟的话，会不会出现大规模断缴？这个我看后边有人问这个问题待会儿我们再来回答这个事儿。资金在美国不再收利息套利，
那么会进入可能更高增长的美股套利，未必会全球配置。不，这个事儿呢，你是把资金人格化了，对吧？就是我反复在讲，你把任何事情人格化的都是错的。资金当你去没有办法去存美元套利的时候，对吧？它一定是会按照比例去分配的。有些人说我就要去全球配置，有些人说我就进美股了，这个呢都会有啊。它不是一个人说我今天就往东了，就绝不往西这个任何有这种想法的人呢，都是把你想象的这个东西人格化了。很多人交社保是为了份医疗如果分开买，是可以分开买的，这个事儿是可以的。华硕4090真心是砖头卡，个头太大了，还很重啊。第一次评论，晚上好Team 好吧，晚上好。在日本买便宜吧，日元贬值不一定。而且这种东西你买完了以后，它是保修什么都没有，还不如在国内买。日本退休每个月的多少跟北京的概念不是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日本有医疗保障，这是很大的一笔收入，是这样的。在北京，你最后很多都是叫医疗返贫听说印度产 iPhone 退货率高，苹果要把部分 iPhone 产能从印度挪回中国，是这样的。现在的高端显卡没有支架的话，装到机箱里边必然肯定都是有支架的。今天第一次来好，欢迎。好，我们继续。微软蓝屏这次蓝屏直接原因是 CS 自己推出的一个驱动一个空指针的，应该是一个空指针的一个错误吧，没有测出来并非微软的锅这跟金山那个乌龙不一样，这次是 CS 自己更新搞砸了，不是微软更新后搞的 CS 崩溃。至于 CS 有没有用未公开界面，我个人倾向于大国公司里边，在国内这个不像国内玩的这么多这是两条评论但是他讲的其实是同一个事儿。这件事儿呢，确实很奇怪这个我自己要承认。为什么要承认这件事儿呢？因为以我们以前的经验，这种更新上去之前一定会去做非常大面积的测试。对吧？而且会把各种的机型版本都会去做测试，否则的话是不可能更新的。这个甭管是猎豹也好，还是360也好，所有的这种更新做之前必须是要测试的，不可能不测试。这个事儿是，对于任何一个安全厂家来说是绝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掉了哪些东西，然后有哪些权限这个事儿是如此。至于 CS 这个公司，他也不是今天头一天干这个活对吧？人家也这么长时间了，也这么多用户了，他们可以在更新之前不做任何测试吗？这个事儿我是不太相信的至于说是不是因为某一些非公开接口这件事儿呢，我到现在依然保留这种怀疑。为什么？你别看它是空指针调用你以为非公开接口是怎么调的？对吧？你可能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调，你就是需要在内存里头直接去定位，然后去访问一块你原来不允许访问的内容，然后直接去干活。它可能就是这么干活的，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某一个特定版本或者特殊情况的 Windows， 他们呢在出现这种问题就是更新了以后会出类似这样的问题。我相信这个事情呢，一定是一个匹配的过程，就是说，第一 ，Windows 在某一个特定版本会出问题你离开这个版本可能都没事儿。然后呢，它这个 CS 这个软件呢，叫 Fulcrum 这个软件也是在某一个特定的版本下会出问题，而且呢，可能是这两个东西要碰在一起，必须比如说 Windows 是11，然后多少多少点多少多少，反正几位的这么一个数，加上Fulcrum 的哪一个特定的版本，然后几个加在一起，它才会出这个问题。甭管是 Windows 的版本错了，还是 Fulcrum 的版本错了，可能都不会出这个问题。所以它这个呢，有可能是什么？就是这个测试不完善测试不完善。至于另外一个问题呢，说这个界面这件事儿就是调这个非公开接口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怀疑他们还是干了
另外一位朋友呢，也给我留了一个评论啊，说早就不是猜接口的这个时代了，啊，只要你是正经的安全软件公司，都可以申请到最高权限。这个事儿呢，我相信他是能申请到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每一个安全公司手里头都会有一些这种非公开接口和这种叫做零 day 的这种漏洞啊，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这些呃安全公司的看家立命的本钱。至于他用还是不用，我觉得可能性用的可能性还是大一点吧。啊，这个至于他用了多少，其实你永远不知道啊。这个微软蓝屏事件还有一条啊，说木头姐已经抄底CrowdStrike 了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们不做任何投资意见和建议啊。这个当年猎豹出这个事情以后，是我印象里特别深刻啊。傅盛坐在会议室里头，然后拉着所有中层开会，然后拍着桌子流着眼泪在那说：“我的公司马上就要倒闭了。”啊，然后才说我们离开中国大陆市场不做了啊，我们避开跟360竞争，我们去做海外市场啊，才有这一个啊叫做咸鱼翻身也好，或者说否极泰来也好啊。至于说这个 CS 是不是可以赶上这样的机会，不知道啊。这个反正木头姐很厉害啊，我们钦佩，也就如此了。我看看啊。社保捆绑的啊，最低3险啊，分不开。哎，我怎么觉得好像是可以呢？这个我印象里是可以啊，因为这个像我这种这个叫做灵活就业的，好像是行的。中国的社保退不了的，交了中断以后，那些钱就白交了。这个具体怎么样，我不是特别了解。前天晚上有硅基的用户群里开玩笑说，硅基只要部署上 Llama 3.1 405B，就能够超过 OpenAI 啊，这个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它那个硅基流动里头，它其实，Llama 的模型好像就没有。今天我看了一下，好像就没有，因为你需要通过审核，哈哈，这个不审核好像是有问题的。哎，我今天好像还看了一下，等我再看一下啊，这个点 cn，这个我记得是没有 price。有 G 嘛，然后等我看一眼啊，没有就没有，任何一个 Llama 模型都没。哎，有 Llama 3啊，有一个 Llama 3 8B，然后呢，其他就没有，就是 Meta Llama 是有的啊，唯一的一个这个 Llama 模型啊，而且这个模型是 free 啊，免费的。4090插在这个主板上，这个对它给那个盖住了。富士康在河南设立总部，10亿元，对他去生产电动车和储能电池，生产这玩意儿去了。这个第一次用 AVP 上面看直播，AVP 是什么东西？来听了那么久，差点忘了点赞啊！赶快点赞点赞啊！我说今天怎么人这么少呢？你们都忘了点赞了吧？游泳1级运动员对高考到北京的大学有用吗？这个你别问我，我没研究过啊。一级运动员应该是有用的。有些地方新出的医保可以买单，啊，可以单买啊，但不是社保的那种医保，这个我不太确定。社保可以续啊，不过很多居民基本福利待遇都是要求连续社保才能有，啊，这才是最扯淡的地方。包括你买车，对吧，都是要求的，买车买房，断缴的社保要补交啊，之前缴的才算数，啊，否则就打水漂了啊，那就补呗，对吧？
再往后啊，这个上一期吃药闲聊里头，有人说了啊，我觉得报考听张雪峰讲也挺狭隘的，时代变化太快，谁知道4年后毕业，甚至7年后研究生毕业，什么专业好就业呢？我上大学的时候，确实金融是分数最高的，现在金融这么不好，这个有一些事儿呢叫天灾人祸，对吧？你也预判不了，对吧？比如说这个稳中向好这事儿，你能预判吗？你预判不了的啊。那我们只能是按照这个大家的怎么说呢，正常的思维逻辑去判断吧。啊，这个没有什么办法啊。这个至于狭不狭隘，你如果张雪峰你不听，可能更狭隘；听了呢，没准还好一点啊。再往后啊，这个宗馥莉突然复职，突然辞职啊，这个说娃哈哈儿时的记忆，80后对他还是有一些感情的，和爱国无关。宗庆后，不开除任何一名员工，在时代背景下尤为难得。其实我从来不觉得不开除任何一个员工是一个好事儿啊，还是应该有正常的制度啊，没有制度的话，这个事儿是不对的。然后啊，这个是之前搞农夫山泉时，啊，就有听到疯传很多，宗庆历很多宗庆历的父辈对他这种做法是相当不满的，只是这样简单的被拉下来，也算是其他老人看到他家老爹的面子上，也是老人们给自己留条后路啊。这个我倒不觉得那些家族里的老人会觉得他搞农夫山泉有什么问题，更大的可能还是自己原来该分的钱没分着，这个我觉得一切以钱为基础来去判断会更好一些。然后呢，还有人说说宗馥莉刚又发了通知了，官复原职，继续这个执掌运营这个还有人说打脸了没有？没什么可打脸的呀。这个他做这件事的目的呢，肯定是为了能够回去能够继续掌权，但是呢，失去的就是娃哈哈的名声。娃哈哈这一段时间爱国了呀，什么这种名声其实挺不容易攒起来的。但是结果发现你们家也是一堆柴米油盐酱醋茶，对吧？跟大家也没有什么区别。这个你像任正非现在基本上整个家族神话了，对吧？一到你这儿看你这里一碗水还抹不平的，对吧？所以呢，他就算跌下神坛了。但是呢，只要我能继续在这儿待着其他的都不重要再往后这个很多还有一些朋友说是家里也是企二代让他继承家业的，在我这留了评论，我呢就不念他那条评论了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对于企业传承的一个基本的个人观念吧，只代表我个人就是企业的传承呢，这个最好的方式是孩子建立一个家族信托，对吧？这个孩子该拿的钱让他从家族信托里去慢慢拿就完了。然后这样呢，小孩就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需要跟企业捆绑在一起。至于企业呢，交给董事会、股东大会和职业经理人就可以了，对吧？小孩如果想去继承企业，那也应该服从董事会、股东大会的这个决议，从规则内去玩耍，而不是说因为是直系亲属，因为是谁谁谁的孩子就天然应该继承这个企业，这个呢就属于坏规矩了，对吧？还是应该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来去运营公司，而不是说这个我因为是这个宗庆后的孩子，然后就这个宗庆后走了，你们就不能欺负这个没有任何道理。而这一次呢，这个宗馥莉通过这种方式官复原职了以后，内部所有的问题其实一个都没解决该有的问题依然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什么时候能接着干或者能不能干下去，或者在这一次以后能不能把一些这个异己排除掉，这个真不好说好，游泳1级运动员这个刚才看过了AVP 是苹果这个 Vision Pro 好吧。前2天还有人管这玩意儿叫 VP， 然后我说这玩意儿叫啥呀？原来是 Vision Pro。
否极泰来啊，好，否极泰来，我要念大白字了啊。嗓子疼了2天，发烧37.2，很快就退烧了，夜里又咳嗽了4、5天，然后又开始嗓子疼，会不会这个？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啊，管他是不是，又不重要这事儿。终于赶上了，我点个赞。第一次赶上啊，你这个不像了啊。医保要交足15年才可以退，不是医保啊，是养老保险必须要交足15年才有退休后享受充足的退休的这个退休金啊，不叫充足吧，就是它反正它有一个算法。深圳移动前2天要求停机解封的用户提供缴纳至少6个月社保的证明才给办啊，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太神奇了吧？他为什么给你停机啊？越是股市不好，越值得入手。这个呢，你都是按照标准的西方逻辑来去做的啊。咱们中国是不遵守西方逻辑的，那都是帝国主义定的规则，对吧？我们就可以在股市不好的时候变得更不好。最近美国是新冠有所回升啊，可以自己测试啊。这个其实是不是新冠真的没有意义啊？所以农夫山泉是得罪了谁啊？这么大规模的利用民粹主义，这个就是娃哈哈干的啊！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说的。家族企业转型，职业经理人在国内一直都是痛点。这几年家族信托业务加速了，不过都是加到新加坡去了，这很正常啊。你在国内，你敢吗？你放心吗？多喝点水啊！待会儿我的水呢？帝都群里有3个刀片嗓子啊，什么意思？这里还开了地暖，在墨尔本。墨尔本哦，对你那是冬天哈，但是冬天到底有多冷呢？就这个我是挺好奇的。全家都阳了啊，注意休息。可惜职业经理人最后还是被家族内的2代给架走了啊，不然也搞不成现在这样啊。这个，但是你还要知道，有职业经理人也把家族里边的2代给架空了，甚至还有在中国设置家族信托的时候被这个律师3搞5搞，然后把这个家族信托变成他自己的，然后给了他的子女的，然后真正该给钱的这家，他最后子女没落着啊，这种事儿也都出过。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在没有规则的社会里面，双方相互不信任那就只能用一些相对极端的手段。好，我们还有几条这个GPT-4O mini曾经给外国友人演示过豆包，结果人家第一反应是害怕，因为自己一举一动感觉都被监视了。因此想问一下，我们用豆包浏览器网页内容是否也被自动提取用来训练大模型你想多了，这个他们是不会这么直接使用的但是他要用呢，他也不会告诉你，对吧？你这么多的内容给他了以后，人家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做清洗，去做直接应用。而且你想，你浏览的网页，它直接爬不就完了？何必再从你浏览的里头去做呢？对吧？这个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千万不要觉得 AI 就每天时时刻刻在看着我们，对吧？这个 AI 这种东西其实更像是一个神它是高于我们或者高于很多的智慧体的，它是看到了所有的事情，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吧？不要太想这个事儿。再往后是中国做的那些卷玩意儿就自己用，美国自发抵制中国产品不知道这是谁写的想太多了。你去看看 Timo 的销售额，半年卖了300亿美金，去年1年是180亿美金，今年半年已经超过了，对吧？而且美国的销售额占 Timo 整个销售额的60%。现在 Timo 在干的事情是怎么能够把美国销售额占比降下来？占比降下来但是总数还是在快速增长的。你以为美国人就不买中国商品吗？买的多去了。再往后4O mini 不太可能是10币以内的模型，
至少也是大几十 B 的参数的模型，你只要考一下模型的记忆力，你就能知道，所有小模型想逐字逐句背出特定版本的圣经，绝对都会出错，但是4O mini 几乎不会出错，而且我还测试了很多的记忆力场景，我觉得4O 应该是一个1000亿级别的模型，是比4O mini 4O 是1000亿啊，他说4O 是 mini 是小90%，所以应该是个100亿级的模型，但是不是像那些开源模型那么小啊 ，mini 的实力确实很强啊，我测试了它的代码能力，不在4O 之下，虽然和 Cloud 有点差距，但是基本上碾压了任何其他模型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为什么我会猜它是8、9B 或者10B 左右的模型呢？我是从价格上猜的，别人也是从价格上猜的，你想它100万 token 是$0.6嘛，这个，比如说这个 Llama 3 70B 的，在 Together 上，在这个 Group 上，在很多这样的平台上，他们100万 token 的价格是$0.9，对吧？那么就算是这个 OpenAI，你比这个 Together 这些人呢，这个更能够控制成本啊，让它生成 token 的时候消耗更少的电、更少的算力，但是人家那个是$90啊，90美分，对吧？70B，那么你这个60美分这个，你告诉我是几百币这个事儿，我觉得OpenAI 不是雷锋啊。至于说它某些方面表现得很好呢，有可能就是它聪明的地方啊。这个现在整个的技术也是在快速发展。再往后，昨天有人说4O mini 9.11和9.9哪个大这种弱智问题都答错，然后我去问了4O，竟然也是错的。OpenAI 算了吧啊，被 Anthropic 吊打。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我想想怎么说呢？这个9.11和9.9这个问题呢，我也去问过啊，但是在我这儿呢，GPT-4是答对了，4O 也答对了啊，Gemini 答对了，然后呢，Cloud 也答对了，然后错的呢，好像是 Kimi 是错的啊，然后4O mini 是错的啊，这几个我是错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啊，怎么说呢，就是它不能保证每次都对，也不能保证每次都错，这个是最让人头疼的地方，对吧？你说你每次都能做错，那我们就把答案反过来，这事儿不也可以使用吗？这个大模型最讨厌的就是它不稳定啊，不是说答错啊，这个而是不一定对还是错。好，最后一条啊，我们看一下叫延迟退休啊，我们70后这个年纪灵活就业了，是不是可以停缴养老保险了，只交医保了？这个是刚才咱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件事儿呢是这样，就是你如果交够了15年的养老保险是可以停交的，但是呢，最终你去领养老金的时候，它是缴费年限是直接乘进去的一个数，就是你多交1年的养老保险，你就可以多领1倍的这个基数的钱，所以建议你还是尽量交下去。其实我们的社保里头，养老保险是最贵的啊，一个月1000多，然后医保大概是400-500吧，这个失业是几十块钱啊，我现在还是三险还是交着呢，所以能交呢尽量交啊，你只要还惦记在国内有可能去领这个退休金的话，就老老实实交，这个没必要，就是你其实也不缺这一点点钱，对吧？而且70后的话还有40、50可以去领，就是它最后会有很多补贴。我现在一个月等于是先交啊，把这个1800左右吧，就是所有的加一块大概是1700、1800都交进去，然后呢，他再退1200还是1000几回来，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好，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啊？这里股市反映了这个不要这么想这个事儿，这个都是有用的，成功的胜利的大会，对吧？他说的那个被架子这个不知道啊。中移动停机封号重灾区，一般是销售，极少部分是电诈，或疑似电诈还有莫名其妙的黑名单，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以前有朋友说这个从北京
去了趟云南就给封了啊，这个事儿原来是听说过的。本来还想最近 AI 风平浪静，Llama 3.1出来了，感觉未来又有希望了。Llama 不更新，国内很多大模型厂商就没法发力。对，我今天也是讲的这个方向又被指明了，大家冲啊！还是等开源啊，开拓新边疆。这个是的，这个明天早上看这条吧。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是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我看看啊，第一次直播赶上个尾巴，这个名字好像确实不常见啊。好，再见再见啊，咱们周五再见。周五看看讲什么。购中出门骑车啊，骑车，这我怕这个什么尿道炎啊，这个你看你们给我找出借口来了。结束直播。